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 N8N 的一个高级应用。那这个工作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一键批量的将图片转成视频。那我们看一下它最终生成的效果。那在我这儿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里边放着2张图片，然后呢，经过我这个工作流之后呢，它可以变成2个视频。大家呢不用深究它效果怎么样啊。重点还是看这种自动化的一个流程。除了可以批量的生成视频之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次调用的呢，并不是本地的 Config， 而是我们的 Running Hub 啊。那这个怎么去实现呢？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如何在 Running Hub 上通过 API 的调用来执行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我这儿呢还是以国内站啊，就是 Running Hub.cn 来做这个演示。那我这儿有一个工作流啊，这个工作流呢是一个 VACE 的双重引导的工作流。这个双重引导的意思是我拿这个图片进行 resize 之后呢，一方面把它传到了这个 reference image， 另外呢我还构建了这样的一个输入的帧。那一开始是这张图片，后边是灰的，代表着需要重绘。通过这2个引导的话呢，可以让人物的一致性变得很强，这就是这个工作流它的一个特点。当然呢，提示词我用的是Florence 进行了一个反推，并且呢，为了保证它有更好的这个画面感啊，所以说呢，我增加了一个前缀。那最终的提示词就是这个样子。另外就是我的主模型啊，这儿用的是 Master Model。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里边自带着 ACCVID、COSVID 这样的加速，那也自带着 MovieGen 这样提高质量的 LoRa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采样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不同。那我们采用的是10步采样 ，CFG 呢是 1.0， 别的呢没有什么变化。那这就是最终的效果。那对于我们这几个来讲呢，这个工作流不是重点，我们之前给大家详细讲过，你就知道我们需要通过调用这个工作流来生成视频就行了。那我们在执行工作流的时候呢，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控制台的形式去执行，另外呢就是通过 API 的形式去执行。大家可以在右侧这个列表里边看到啊，这种就是控制台执行的，而这个呢就是 API 执行的，对吧？很明显。那 API 怎么执行呢？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啊，我们在左边有一个叫 API 调用，点开 API 文档，大家注意，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个调用方式啊。比方说发起一个任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来发起；查询任务的状态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来查询；获得结果可以这样来获取。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流就是这个，就通过 create 来创建一个任务。这里边你要注意啊，我们需要用到的参数，比方说 API key， 这个是一个用户的密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控制台来看到你的密钥。当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然后 API 控制台来看到，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个 Workflow ID， 这个是哪来的呀？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Workflow 里边，这个 URL 地址里头有一串数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 Workflow ID， 代表着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唯一标识。这是一些基本的概念。那发起请求的时候还有一个叫 Node Info List 的节点，这是干嘛的呀？你要注意啊，我们在发起请求的时候有一些字段是要改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工作流里边，这个字段是要改的，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是这个图片嘛，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指明改掉它，就是通过这个来指定的。那到底怎么改，我们待会儿用到的时候再细说啊，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就行了。好，下边呢我们就来构建一个最简单的工作流。我们读取一个图片，然后让它生成视频。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这儿呢，我们新建一个空的工作流，这个工作流的名字叫 Running Hub @v， 也就是图片到视频。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触发的节点，这个我们就是点击触发。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基本的配置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些 Workflow ID 啊，还有我们的 API key 啊，给它保存起来。所以说这儿我们用到一个节点叫 Edit Fields。点开它，然后呢我们改一下名字吧，我们叫做 config， 增加一个字段，这个字段的名字我们叫做 API key， value 值我们从这儿复制一下。你注意啊，只有真正的会员才能调 API 啊，不是说有点数就行啊，不是说我有这个余额就行，你必须得是会员。然后我们把它粘到这儿，再增加一个叫做 Workflow ID， 工作流的 ID 号。我们通过这个工作流 URL 地址里边的这串数字，就可以拿到它的唯一标识，也就是它的 ID 号。
这都可以执行一下，单步执行就行。你可以双击看一下这个结果有没有。那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边需要拿一个图片，然后给它传到 Running Hub 上去。那为什么要传到 Running Hub 上去啊？很容易理解。大家注意啊，我把这个放大，你能看到这个图片它有一个文件名，这个文件名变了，就代表这个图片变了。但是这个图片必须得在 Running Hub 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上传一下。那上传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给它读进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叫 read file。这个大类里边既有读也有写，我们现在是读。那现在他问你读哪张图片，我们直接读这张图片。下边呢，我们也是单步执行。大家看一下，我们能看到这张图片，对吧？代表着也成功了。然后呢，需要把它传上去，传的时候就会用到我们这个接口了。用到哪个接口呢？大家注意，用到的是这个上传资源。那我们一个一个去看。首先呢是个 post 请求，那这个地址是这个。当然前边必须加上它的域名和前缀。然后呢，我们在 header 里边，就是头部的这个请求里边必须加一个 host 值，这个是 Running Hub 的域名。然后 body 呢是一个 form data 类型的。然后我们需要传 API key， 需要传 file 和 file type。file type 呢一般是一固定值啊，如果传的是图片呢，这儿就是 image， 我们按照这个去写就行了。那我们下边看怎么去做。增加一个节点，这儿我们用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叫 HTTP request， 就是我们常说的 HTTP 请求。然后这儿什么请求？刚才我们看到了 post 请求。URL 地址是什么？这个我们在那个文档里边也能看到啊，是域名加上它给定的后边这个地址是吧？没有认证，这儿呢也不用开，我们需要发一个头。头里边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 host 值，它的值就是我们的域名，这个别写错了，而且是必须的嘛。所以说这儿是 host， 然后粘上。下边呢就是 body 里边，它的类型你看一下是 multi-part form data 啊，所以说呢这个值呢我们选成 form data。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需要传 API key 是多少啊，所以说这儿呢我们必须传这个 API key 的值，这个是我们在之前配置好的，在我们这个 config 里边 API key。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上传的这个文件是什么？大家注意啊，它是个文件嘛，所以说这儿我们选成 N8N binary file， 它的名字呢应该叫 file， 这个跟文档要保持一致。那它的值呢，其实我们通过读取这个次方文件读到的这个值。如果是读取文件的话啊，它会有一个 binary 类型的值，就是二进制文件，名字就叫 data， 所以说这儿呢你就直接写 data 就可以了，跟这儿保持一致。然后呢我们可以执行一下，看一下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ata 里边有一个 file name， 这就是我们传上去这个文件叫什么。下边呢我们来发起请求啊，那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吧，我们叫 upload。 下边呢我们就来执行这个工作流。那执行工作流当然同样也是用到这个接口啊，所以说还是 HTTP request。 那我们把这个名字也改一下，我们叫 start workflow， 然后我们给它重命名一下。这个想都不用想啊， post 请求，然后 URL 地址，这个我们会用到这个任务2高级，那我们会给它发一个请求。然后呢我们传这个 header， 同样 host， 这个 host 的值是一固定的，就是 running hub.cn， 然后头部就完了啊。下边呢我们来发送这个 body 的类型现在是一个 JSON 形式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传这个 JSON， 然后需要传 API key workflow ID 和 node info list， 就是这些值，把它拷贝一下啊。传 JSON 的话，你可以通过这种字段的形式传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写一个 JSON， 这样我们就直接写一个 JSON 粘上啊。下边我们一个一个来改啊。第一个呢我们先改 API key， 当然就是 config 里边的这个 API key。 如果你发现不太容易操作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到 expression， 然后把这个点开啊，那这样就好操作很多了。注意 API key 嘛啊，就是 config 里边的 API key 拽到这儿来，然后是 workflow， 然后这个 ID 值呢是这个。下边最重要的，我们把哪个节点给它改掉，我们点开我们的这个工作流，大家注意啊，这个节点的 ID 这儿有是21，然后我们要改的字段是这个 image， 然后改成我们上传的那个是吧？我们回过头来改一下，这个呢我们改成21， field name 应该叫 image， 然后 field value 改成我们上传好之后的这个啊，这个就没问题了。下边呢我们可以执行一下它啊，然后我们点一下 execute step。 现在呢出了一个错，我们检查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哪有问题。大家注意啊，这个没有放到这个引号里边去啊，
我们给它拽过去，这样就没问题了啊。我们再来执行它一下。好，现在呢已经开始执行了。那执行完之后，你要注意啊，在你的 Running Hub 上应该能看到执行的一个效果，这儿是叫 API 是吧？就代表是 API 调用的。那我们等一下啊，看一下它能不能正常的执行成功。大家看一下出错了啊，这个错误非常的怪异啊，应该是它升级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那个视频输出长节点不能用啊。我把它换一下，这个应该属于个别情况啊，我们再执行一下。好，现在已经执行完了，大家看一下。但是这儿没有预览啊，但是我们在这儿能看到这个对应的效果是吧？就代表着现在我们已经执行成功了。这个刚才出问题的节点是这个，刚才我们在用这个节点的时候它就出错了，所以说我用这个官方的这2个节点把它替代了一下。30这个有点过啊，我们用16，那就代表着现在我们调用就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下边的逻辑是什么呢？你注意啊，下边的逻辑我们肯定先要 wait 一下啊，就是等待一个。因为呢，它开始执行要等待时间嘛，我们大概执行一个是3分多钟，所以说呢，我这儿用一个 wait， 然后它的时间呢，我这儿用4分钟。注意它这默认是秒啊，我们换成什么？换成分钟。我们回到画布上，那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完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检测一下它的状态。检测状态就是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执行成功。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接口，叫做查询任务状态。这个跟上传什么都很像是吧？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啊 ，Ctrl+C， 然后 Ctrl+V， 我们给它连上，双击一下，改一下。首先这个地址呢，我们得改成 status， 改成这个是 JSON 啊，这个 JSON 我就没必要输这个 JSON 值了，我们直接输成这个叫字段的这种形式。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 API key。那个值哪来的？当然是我们在配置里边有的，是吧？它目前呢，如果你这样去看，可能看不到之前的这个对应的内容。所以说呢，我们先回到画布里边，我们先把这个 wait 呢执行一下啊，这个需要4分钟。好的，现在已经执行完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点开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了。那 wait 呢会将上一个节点的结果呢直接给它传过来。那我把名字改一下吧。这个有点歧义是吧？我们叫做 check status。现在我们需要的是 API key，API key 当然是在 config 里边。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个字段，这个字段的名字叫 task ID， 就是任务的 ID。注意，是我们执行完这个工作流之后啊，它这儿有一个 task ID， 把它拿过来，那这个也就完了。那我们执行一下它，大家注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执行成功了 ，code、message 和 data。那 success 就代表成功是吧？下边呢我们做一个if判断，那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看一下它这个 data 是不是 success。那如果成功的话，当然我们继续往下走啊。我们先说失败，失败的话呢，我们就再等1分钟。所以说呢，我们再来增加一个 wait， 然后这样我们换成1分钟，然后呢我们继续来 check status。那如果它没有完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等1分钟，然后判断啊，再等1分钟，再判断，直到它完成。完成之后呢，我们下边要做的其实是把这个数据给它给它拿下来。所以说我们会用到什么？查询生成的结果。那这个跟谁很像？大家注意，这个跟我们那个 status 很像，只是接口地址可能不太一样，别的基本上都一样。我们拷贝一下它。现在呢，我们把名字改一下啊，叫做 get result。然后呢，这个我们得换掉。别的应该都一样啊，我们来执行一下看效果。这个 task ID 目前是不对的啊，这个 task ID 必须换掉，因为 task ID 呢，我们现在是在 start workflow 里边有这个 task ID 啊，我们直接给它换掉，把这个去掉。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输出的一个效果了，对吧？这儿有一个 file URL， 现在呢，我们需要把它下载下来。下载很简单啊，那我们再增加一个 HTTP request。下载嘛，用 get 方法下一个就行了。关键就是这个地址我们得用这个，别的呢都不用。改一下吧 ，download， 让我们执行。好，现在呢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你注意下载下来是一个2进制文件的形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这是一个视频啊。那下载完之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给它转成一个文件。所以说呢，我们会用到 write file to disk。那如果我们现在给它写进去的话呢，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写的这个名字应该是什么啊？
这个名字的话，尽量的别重名啊，所以说我们这样去做，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呢拿到它完整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在 get result 的时候，这儿有一个这个值，我们现在只需要它后边这个名字。我们现在这样去做，点 split， 我们把这个字符串给它拆开，按哪个去拆呢？按这个斜杠去拆。大家注意啊，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 array， 能看到吗？现在呢，我们只要最后一个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来点 pop 一下。现在呢，我们就拿到这个名字了，能看到吧？这儿需要有一定的编程的基础啊，你需要知道这个 JavaScript 它怎么写，然后呢，前边需要写成这个路径名。好，下边呢，我们给它执行一下。现在呢，已经写进去了，进到我们的工作流，然后检查一下，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是不是多一个。好，下边呢，我们来做最后一个事情。它现在只能读一个文件，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它读多个啊。如果读多个怎么做呢？来，我们需要改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读这个文件的时候，你不能写死啊。这儿呢，我们写成一个叫星.jpg。那这儿呢，我们换成 expression， 那这样所有的这个 JPG 文件我们都可以读进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加这样的一个节点，那这个节点我们叫做 loop over items， 我们直接加。那 batch size 就是我们循环的话，一次取几个呢？我们就取一个，然后我们回来。现在这个 loop 在这儿啊，它现在连的都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全给它干掉。我们看一下从哪儿开始呢？就是我们读出来多个文件是吧？连到这儿，那我们把这儿给它断掉，代表着那这儿进一个循环是吧？完了之后一直到最后啊，你要注意，最后呢我们需要再把它连回来。那这儿就代表着我这儿会读取多个文件啊，然后循环，一个执行完再执行另外一个。好，下边呢我们来给大家测一遍啊。那这样我们往这里边放3张图片，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将这3张图片呢让它变成视频，那我需要做的就是执行这个工作流。那我们把它保存一下啊，下边来执行。好，我们稍等一下。好，现在呢这个就执行完了啊。那下边呢我们看一下每一个呢大概是执行了3次，对吧？因为我们3张图片嘛。注意这个循环是4次啊，因为它最终需要判断一下，跟我们写程序是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3张图片，3个视频，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工作流呢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注意啊，回头我会将这个 N8N 的工作流和这个 Config 的工作流呢都发给大家。你在用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就是 config 里的值我会改掉，尤其是 API key 和那个 workflow ID 啊，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吧？你用你自己的就可以了。那我想呢，通过这个大家也能理解 N8N 加上 Config 它能完成的功能可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当然后续呢，我们会执行更多的这种更有价值的工作流。现在呢，我们还是处于学习阶段，是吧？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